大家好，我是 Fred，又来到了一起想想的时间。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2集，那我会说，今天这一集会是整个系列里面最重要的一集，因为我们将一起的来探讨速读的基本规则。同时后，我这边也会分享2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让大家在之后一起想想更多关于速读的策略时，能够更加的顺利。那我们紧接着看下去吧。好的，那我们就来开始介绍关于速读的一些名词还有规则。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law， 我们用 R 来表示。那一样的，在这个 law 里面呢，数字1到9都是不可以重复的。接着是 column， 我们用 C 来表示，一样，它也是1到9，数字不可以重复。此外，还有 box， 在 box 里面，一样，数字1到9都不可以重复。那我们也可以针对每一个格子，在未来我们容易聚焦，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坐标，像这个格子，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 R2 C9。那这一格应该要填多少呢？我们可以用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 cousin 的本身。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cousin 已经有了1、2、3、4、5、8、9，所以缺6跟7。那这边已经有6了，所以这边应该是7。那我们也可以结合 cousin 跟 row 一起来看。刚刚已经知道缺的是6跟7，而在这个 row 这边已经有6了，所以这里不会是6，应该要填7。我们也可以结合 box 来看，在这个 box 里面，因为已经有7了，所以这里不会是7，所以7应该要填在这边。因此呢，我们就要把它填上7。好，紧接着是观念的部分。那观念里面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有关于猜这件事。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在玩速读的时候都有卡住的时刻。那卡久了不耐烦，我们就开始想用猜的。那常见的猜法就是所谓的试误法 （try and error），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其中的一格，那填入一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所推导出来的结果是错的，那我们就再换另外一个数字。如果是对的，那我们也就认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速读。但我必须说，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些速读题目呢，通常都是不用猜的，我们都可以透过分析的方式。分析指的就是说，透过刚刚前面提过的诠释 box、cousin 还有 row 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而洞察背后的逻辑结构，进而真正的解决了这个速读题目。那我也鼓励大家坚持着用分析的方式去解决领域上的任何一个速读问题，渐渐的我们都会成为一位高手的。好，那关于猜，大家也会想问，有没有一定要猜的时候？答案是有的，是肯定的。但就算要猜，我们也不可能漫无目的的猜，我们一定会希望在有效的时间内就猜对，就继续往下执行。那在这个情况下呢，经验就非常重要。经验的意思是指说，我们可以
维持一种速读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这个格子它跟其他的格子关联度高，可以让我们即使我们猜的数字是错的，也能够很快的知道至少我们知道不对了。第二个是这个格子猜了，可以让我们能够别的格子继续可以填下去，而不是说这个格子填完之后还是卡住了，那代表说我还要再猜其他格，那这样子结果最后是错的，那到底是哪一格猜错了，我们也无从得知。所以我们靠经验的方法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搭配所谓的 Sudoku Solver。那 Sudoku Solver 呢，它基本上就是用这个程式编译的而成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好像现在的这个 ChatGPT 就是 AI 一样，它可以去帮助你快速的去跑出这个答案。那常见的 Sudoku Solver 呢，有那一种只是单纯解答，就是帮你把题目解决掉的这个就是一个工具。那也有那一种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去执行，让你知道每一步是怎么走的。那我自己常用的 Sudoku Solver， 我把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希望也能够帮上你们一些忙。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资讯栏下方我有准备一些题目，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来练习看看。有问题也欢迎随时和我讨论。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也欢迎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想想咯，拜拜。